2026年4月，為面對俄軍的反裝甲車武器，烏克蘭阿爾默科技公司啟動了一款新型履帶式裝甲運兵車的工廠測試，它叫 Skiff 斯基泰人。它不追求花哨的科幻外觀，是照着美軍 M113 的模子進行全面升級。烏克蘭人運用自己的奇思妙想，在這輛車上動了一個手術，就去掉了 M113 最大的死穴，讓這輛原本皮薄餡兒大的出租車變成了一輛符合北約標準的裝甲車，甚至還集成了烏克蘭本土的通信、導航和電子戰設備。Skiff 的誕生是從戰爭中學習戰爭的最佳助教，它不是閉門造車的產物，而是前線鮮血換來的設計結晶。今天咱們就來好好聊聊這輛烏克蘭版 M113 到底有多能打，跟原版比它到底贏在哪裡？為什麼烏克蘭必須造新車？為什麼不再繼續等援助？相信各位見多識廣的觀眾朋友們對烏克蘭戰場大發明的名頭也有所耳聞。他們曾為了彌補轟炸機的缺失，利用 Brave 1平台將開源飞控軟件、商用攝像頭和民用通信模塊塞進消費級無人機，搖身一變成為低成本王牌。一架成本僅500到1200美元的自殺式 FPV 無人機，就能精準獵殺一輛俄軍價值數百萬美元的坦克，甚至通過為無人機安裝 3D 打印的機械腿，使其能輕鬆降落在複雜地形，實現全天候偵察和打擊。進入俄軍強電子干擾區域時，無人機可能會丟失信號。烏克蘭為無人機加裝了名為 TFL1 的 AI 模塊，成本僅100美元。它能在失聯後實現末端自主指導，讓無人機在最後幾百米自動識別並鎖定目標。還有基扎克雷波夫光纖指導無人機，它通過拖曳光纖線纜與操作員保持聯繫，完全免疫無線電干擾。不只是無人機，為了面對俄軍布下的地雷陣，烏克蘭人民與國家團結一心，他們向軍方捐贈了5輛自制掃雷車。這些車是由農用拖拉機改裝而來，前端加裝了巨大的滾筒，能在雷區為戰士們開闢安全通道。當蘇制導彈庫存見底時，烏軍工人員將老舊的彈道導彈彈體與新型炸藥電子元件結合，造出獨一無二的弗蘭肯斯坦武器，繼續打擊俄軍。將原本只能單兵扛着打的薩姆7導彈加裝簡單的框架和傳感器，並固定在遙控小車上，一個簡單便宜的土制防空機器人就誕生了。對老式的 T72A 坦克進行現代化改裝，換上新的發動機、瞄準系統和衛星導航設備，煥發第二春。有了 T72A 的前車之鑑，2026年4月，烏克蘭裝甲技術公司烏克蘭阿爾默科技正式啟動了 Skiff 原型車的工廠測試。這是一條遲到了3年的生產線，也是一條用烏克蘭軍人的經驗換來的生命線。烏克蘭阿爾默科技的 CEO 根納迪·希爾吉在接受採訪時說：“我們首先依賴與軍方的接觸，我們理解他們的需求，以及我們在戰場上使用輪式車輛的經驗。烏克蘭積極戰鬥行動已經證明，需要大量的裝甲車來確保維和部隊的機動性。這不是在 PPT 裡紙上談兵出來的概念車，而是拿着前線戰損報告和幸存士兵的口述，用實戰數據一筆一筆畫出來的作戰平台。當士兵們稱讚 M113 跑得很快、很能裝、很可靠時，還會感嘆一句：彈一發 RPG 下來就上西天了。設計師們知道它的優點，同時把缺失的防護補上去，這便是 Skiff 存在的全部意義。Skiff 繼承了 M113 的經典布局，前置發動機，後置載員艙，通過尾部跳板式坡道進出。這種被證明在實戰中極其高效的設計，讓士兵可以快速上下車，減少暴露在火力的時間。車內可容納3名車組和8名全副武裝的步兵，艙內空間比 M113 更優化。動力來自一台360馬力柴油發動機，最高重量約15噸，公重比達到每噸24馬力，機動性與原版 M113 持平甚至略優。在烏克蘭的爛泥和雪地裡，這種履帶式車輛的通過性是輪式車根本無法比擬的。從承載能力到越野機動性， Skiff 幾乎全面超越了 M113。它沒有落下在 M113 身上學到的所有優點，但真正解決了士兵对 RPG 膽寒痛點的設計，是烏克蘭人在這輛車上增添了一層生存保障。防護是 Skiff 最令人稱道的地方，也是最讓俄軍頭疼的地方。Skiff 經過加強的防護等級，符合北約 STNAG 4569標準，正面弧形區域達到4級彈道防護，能扛住 14.5 乘114毫米穿甲彈，以911米每秒的速度從200米距離射來，側部和後部為3級，能扛住 7.62 乘51毫米穿甲彈，以930米每秒的速度從30米距離射來。車體底部和履帶下方的防雷等級為 3A 和 3B 級，並配備額外的底部裝甲，能夠承受6公斤 TNT 在車底或履帶下爆炸。這是什麼概念？如果原版 M113 是一輛防彈玻璃的 SUV， Skiff 就是一輛加裝的符合装甲版的步兵戰車。它不能讓你刀槍不入，但能讓從前一發要命的攻擊到現在變成輕微擦傷。就這一项强化，就能拯救无數士兵从俄軍炮火打擊之下撤離。
火力軍就和大家一起來做個假設，一輛 M13被俄軍 14.5 毫米重機槍從正面掃射，鋁合金裝甲根本擋不住，子彈會直接撕開艙壁，裡面的人幾乎沒有生還可能。但如果換成 Skiff， 同樣是 14.5 毫米子彈，正面裝甲會把它彈開，就算是連續命中，也能撐到衝出火力網的覆蓋。這就是那多出來的幾秒鐘生存窗口。在戰場上，幾秒鐘就是生和死的距離。在論證防護升級和實戰價值時，想必各位敏銳的觀眾朋友們也能想到一個問題：如果真的被重武器打穿了，會怎麼樣？這個問題可以繼續延伸到，假設 Skiff 的正面4級防護被反器材步槍擊穿，車體結構還能保持多久？碎片飛濺的殺傷效應如何？火力軍和大家一樣，都很關心它能不能抵禦俄軍的傷害。雖然官方沒有公布極限破壞測試的數據，但從烏克蘭軍工在實戰中的務實風格來看，他們的設計邏輯一定包含了勇於生存原則。它可以最大程度地為烏軍士兵創造逃生窗口，就算是在被擊穿後，還有機會逃之夭夭。相比之下，原版 M13由於歷史遺留問題，在被大口径彈藥命中後，幾乎沒有幸存窗口。還有一個細節值得注意， Skiff 的原型車採用的是鋁合金裝甲。烏克蘭國防企業首次將這種材料用於作戰平台，但軍方並不打算死磕鋁材。由於國外供應商對装甲鋁材可能存在出口限制，烏克蘭阿尔默科技正在同步研发鋼裝甲版本。一旦量產，會根據市場環境切換材料。鋼裝甲更重，但防護更強；鋁裝甲更輕，機動性更好。這種靈活切換的思路，跟俄軍那種一個型號造幾十年改都不改的僵化作風形成鮮明對比。以 M13為代表的美式傳承與烏克蘭阿爾默科技公司的現代化改造組合在一起，就是一套完美的降維打擊系統，讓這樣一輛誕生於上世紀60年代的裝甲車，到現在還能在泥濘的東歐平原上大放異彩。Skiff 的遙控武器站還搭載了反坦克導彈，也就是大家常說的斯图格納 P 出口版本。很多親俄的博主喜歡吹噓俄羅斯的 T90 主戰坦克，說它裝甲多厚，說它的爆炸反應装甲多牛。結果呢，在 Skiff 面前，簡直就像是拿小刀抽大象。Skiff 導彈的有效射程高達5000米，穿甲深度據說能達到驚人的800到1100毫米壓軍制裝甲。大家知道 Skiff 最變態的設計是什麼嗎？它的控制台和發射筒是可以完全分離的。操作員可以用一根長長的電纜連接，自己躲在50米外的堅固戰壕裡，瞄準俄軍坦克，按下按鈕，轟的一聲巨響，俄軍坦克就變成絢麗的煙花了，敵人連誰打的都不知道。這種降維打擊的戰術，完美融合了 M13的高機動撤離能力和 Skiff 的遠程隱蔽狙殺能力，完全超越了傳統現代步兵拿着火箭筒拼命的落後作戰思維。這時候肯定有一些不信任烏克蘭軍工的人要跳出來了，他裝甲那麼薄，被俄軍打中還不是死路一條？對於這種老掉牙的謠言，咱們必須得好好用事實駁斥一下。首先，火力軍和大家想的一樣，打仗要從自身實力和防禦系統來全方位對比。北約體系下的作戰從來不是单打獨鬥的個人英雄主義。Skiff 不是開到前線去跟重型坦克拼刺刀的，它背後有着強大的星鏈系統支持，有着美軍預警機全天候的信息數據共享。俄軍的一舉一動在北約的情報網裡就像是透明一樣，你俄羅斯連發現 Skiff 的機會都微乎其微。為了嚴謹起見，咱們再做一個假設性的深度分析，增加一點推演的立體感。如果俄軍真的走了狗屎運，一口氣發射了4到6枚无制导火箭彈，哪怕真的有一發瞎貓碰上死耗子擊中了 Skiff 的侧裝甲，會傷到什麼程度？會像俄軍 BMP 戰車那樣直接殉爆，把炮塔炸飛到幾十米高的天上嗎？絕對不會。美軍裝備內部有着極其考究的防破片襯層和阻燃材料設計，在裝甲被擊穿的瞬間，會極大限度地吸收致命的金屬射流。成員艙的寬敞設計和尾部跳板門，也是為了讓士兵能在1到2秒鐘內迅速徹底逃生。哪怕這輛裝甲車真的毀了，裡面的人也能全頭全尾地活下來。而人在，戰鬥力就在，經驗豐富的老兵才是戰場上最寶貴的財富。反觀俄羅斯那邊，坦克一被打中，就是一場慘不忍睹的坦克飞头比賽，連人帶車瞬間化為烏有。這就是注重人權保障與把士兵當成耗材的本質區別。從外部實戰對比來看， Skiff 在極其惡劣的環境下的生存率，甚至吊打俄軍很多所謂的最新款概念戰車。這種用 M13極其成熟穩定的基礎平台改良，配合現代化高科技武器，發揮出1+1大於2的恐怖效果。好萊塢硬漢阿諾·施瓦辛格大家都認識吧？阿諾也是火力軍非常喜歡的一名演員。這位終結者不僅在電影裡開坦克，他在現實生活裡也是個狂熱的裝甲迷。施瓦辛格曾經自費買了一輛美軍退役裝甲車，用來給洛杉磯的弱勢兒童做公益項目。他在一次訪談中深情地說過，美式裝甲的設計初衷不是為了殺戮，而是為了保護生命。這句話簡直一語道破天機。M13就是這種燈塔國保護生命理念的終極體現。如今在烏克蘭人手裡，他重新活過來了。
咱們再來看看俄軍那些笨重的 BMP 步兵戰車，在泥地裡就像是腿短的臘腸狗，看着呲牙咧嘴很兇狠，其實跑2步就陷進泥坑喘不上氣了。Skiff 的設計邏輯從頭到尾只有一個目標，讓車裡的士兵活着回來。他保留了 M13 跑得快、能裝貨、好維修的所有優點，然後把 M13 最致命的短板徹底升級。現在的它可以正面扛住 14.5 毫米穿甲彈，側面頂住 7.62 毫米鋼芯彈，車裡防住6公斤 TNT 爆炸。這不是在 M13 上貼幾塊附加裝甲，這是把 M13 的脆皮基因優化，重新種下一顆生存優先的種子。載着10幾個全副武裝的士兵在火線上自由狂飆，這不僅是軍工技術的傳承，更是自由世界对每一個士兵生命價值的終極尊重。看看俄軍的 BMP 系列，從 BMP1 到 BMP3 換了3代，炮塔越來越大，火力越來越猛，但防護呢？薄皮兒大餡的老毛病一個都沒改。在烏克蘭戰場上 ，BMP 被無人機一發入魂的視頻還少嗎？俄軍的思路是做加法，加炮管口徑，加導彈數量，加反應裝甲塊，唯獨不加的是對人的保護。駕駛員陣亡換一個，車長陣亡再換一個，反正俄羅斯有的是人。而 Skiff 的思路是做乘法，把美式裝甲保護生命的設計哲學乘以烏克蘭戰場上的血淚教訓，得到的結果就是一輛60歲老平台的終極進化版。施瓦辛格說的對，美式装甲的核心不是鋼鐵，是藏在鋼鐵背後的那個信念。每一個士兵的生命都值得被保護。M13 是自由燈塔半個多世紀以來的工業底蘊，它傳承的是重視强大後勤保障，傳承的是重視每一個個體的生命價值，傳承的是穩扎穩打、一步一個腳印的美國夢精神。而 Skiff 代表了在這種穩固體系的支撐下，運用現代尖端科技在不對稱戰爭中的極致超越。俄軍在戰場上的連連潰敗，不是敗在某一款具體的武器上，而是敗在整個工業體系的全面落後，敗在那個腐朽僵化且不把人當人的指揮鏈條上。他們依然沉浸在二戰時期大兵團無腦衝鋒的過去中无法自拔，卻被北約信息化武裝帶來的精確打擊給狠狠抽醒。這不禁讓人深深感嘆，歷史的車輪永遠是滾滾向前的。誰能將老牌硬實力與創新軟科技完美融合在一起，誰才是未來戰場上真正的規則制定者。他散發出的真理之光永遠指引着勝利的方向。好了，關於烏克蘭 Skiff 裝甲車的戰場升級，今天就和大家聊到這裡。最後留個問題給各位大神在評論區討論。一輛正面能扛住 14.5 毫米穿甲彈的烏克蘭版 M113 能在多大程度上改變戰場態勢？如果讓你選，你會開 BMP 還是 Skiff 上戰場？咱們評論區聊聊。我是火力軍，我們下期再見。